我第一次见到江雪，就有了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。后来胡姐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发了很大的脾气。他为什么要对你发脾气？她喜欢我。但是我一直把她当朋友一样看待。后来他让建雪不要再联系我，因为当时年纪小吧，我真的怕会失去江雪，所以我就给他发信息，约他第2天在我们经常写生的那个植物园见面。我在去的路上，胡杰突然从背后叫住我：“楚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降雪摔倒了啊？好像很严重。在哪儿啊？那边。我们找了好久，江雪，降雪，真的找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江雪的身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江雪在那个植物园被害了。而且那个案子至今都没有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特别的自责。如果当初不是我约他，他就不会去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结局。樊振学死了之后，你跟胡杰还有联系吗？后来他就出国了，我们没联系了。不过1个月前，他突然来找我。楚川，那幅画，你能帮我再画一次好吗？当年降雪死了以后，我就不再碰画笔了。抱歉啊。樊降雪，樊降雪，陈楚川，14年了，樊降雪已经死了14年了。今天这幅画，你画也得画，不画也得画。凭什么？你是真不知道樊降雪到底是怎么死的吧？你不知道吧？樊降雪有严重的花粉过敏，我当时是想救她的，可是她一直挣扎，最后钢笔扎歪了。我告诉你，陈楚川。樊降雪的死，就是你造成的。不是你把他约到那儿，他就不会去；不是你把花拿进屋里，他也不会死。你相信他说的话？直觉是不信的，但是从我的专业角度上讲，他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他的眼神还是他的肢体语言，都不像在撒谎。我也有很大的疑惑，所以我想到那个植物园再去看一看。但是路上我接到 Maggie 的电话，说你们在找我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你为什么先去找齐思哲，不是先到这儿来？因为他是我朋友，而且他也是警察，我想先找他了解些情况。师兄，你知道，我没有办法向你透露任何消息。是不是降雪的案子？是不是降雪的案子？你们有什么线索了？啊？师兄，你真的没有向我隐瞒任何事吗？你是笃定
樊教雪和胡杰死了之后，我们查不到真相啊，所以才过来的吧？不是，二位警官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怀疑我吗10月13号晚上9点到11点，你人在哪儿？我在诊所。有人可以给我证明的。谁？齐思哲。你见过这个吗？这和小飞的案子有关系。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我的确在陈楚川的诊所里。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去找他？我怀疑有人通过研制药物来制毒。那你觉得他当时有可疑的地方吗？我那天在诊所，从9点半待到了11点左右。以我们推测出的胡杰的死亡时间来看，陈楚川的确不可能是凶手。就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胡杰家到陈楚川的诊所大约45分钟的路程。如果他真的在9点杀了胡杰，然后离开现场弃尸，怎么也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回到诊所跟季法医见面。我和你在诊所相遇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陈楚川是第一嫌疑人，你为什么又第一时间告诉我说你们案发时在一起？请问还需要多久啊？我当时只怀疑陈楚川是不是和新型药物有关，我并没有联想到我和他会面的时间竟然会和胡杰的死亡时间重叠了。所以齐法医当时并不知道胡杰跟陈楚川的关系，对吗？我当时并不知道。先不说樊降雪这个案，陈楚川的口供是否可信，当年的这个案子现场已经经过了整理，所有的证据可能都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。现在你又是陈楚川的不在场证明人，他就笃定这一点，所以才来找你，然后接受我们的审查。韩队，小西说在诊所附近的监控里看到齐法医跟陈楚川的车分别是在晚上10点50分跟11点45分离开的。不对，怎么样？陈楚川的体内没有发现药物残留的反应，我跟其他有关的新型药物样本也做了对比，全都不符合。陈楚川跟樊降雪还有胡杰都有联系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他们的死有关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我们找不到证据的话，就只能把他放了。我需要去一趟胡杰案的第一现场。根据现场的血迹还原判断，凶手应该提前埋伏在胡杰家里，胡杰一进屋就被攻击了。
阮明宇说他11点多到的这里，所以凶手要在阮明宇到达之前，杀掉胡杰，并处理掉现场。撕破颈动脉会在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，凶手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理现场，一定会用到漂白水或者清洁剂。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一定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，或者清洁剂的味道。但审讯中，他并没有说出任何异常。你怀疑阮明宇说谎？韩队，戚主任，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这儿停水了。19点到次日凌晨3点。如果那天这个时间停水的话，这么多血迹，他怎么处理啊？按照胡杰的死亡时间线来看，当时这里正在停水，凶手根本没有条件清理现场的血迹。如果他没有清理现场，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发现异常。而如果阮明宇没有发现异常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没有成为凶案现场。小宋，去看一下其他屋里的声音。好。水是清的。胡杰家另外2个水龙头的水都是浊的，应该是停水之后没有人使用过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误导了。我怀疑，胡杰的尸体根本没有在这里出现过。凶手在别处杀了胡杰后，把这里伪造成第一现场。只是时间不是阮明宇来之前，而是阮明宇离开之后。准确的说，是这里恢复供水后。所以那个水管喷出来的都是清水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将胡杰的尸体扔进垃圾桶里？这样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？凶手把胡杰的脸给砸烂，把他的指纹给破坏掉，但是唯独可以证明他身份的刺青，他却没有毁掉。他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死者是胡杰，从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他伪造的第一现场来。那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儿？我想审陈楚川。这不符合规定。你和陈楚川是朋友，再加上你又是他不在场的证人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说服我的理由，我可以去跟白局申请。我怀疑陈楚川的诊所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，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，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。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，你为什么不签？你为什么不签？说！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不签？我告诉你。告诉你，杨正死了，我不相信，我就到医院去看去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对，许师跟我说了。说杨正跟嘴有病，情感漫感过来问问情况。杨正还是死了，太寸。最近表现的不错呀，挺积极的。哎，兄弟，咱刑侦是不是缺人啊？你打个报告，让哥给你调过来，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。
说实话，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查，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襄阳，我怎么查呀？啊，我怎么查呀？子健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。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。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，怎么办？明天一上班，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。说话呀！先你冷静点儿，不至于。我现在很冷静。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？他查出来之后，一定能查出王玉，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，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。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跟着吃，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？幼稚！你还是做律师的，真他娘的幼稚！老谢，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？这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？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，又不是他。所以啊，到底是谁要告万海？是王玉。如果出了问题，也是找他，查不到你，查不到我的。再说了，老谢，案子查到现在，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？嗯？行吧，行吧。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。陈总，程律师啊，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。案子既然判了，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。这些呢，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。哦，这卡上的钱我1分都没动。老谢，你这是干嘛？等我说完话。这是。咱们还都是朋友，好聚好散啊！以后呢，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从今儿开始，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。老谢，哎，哪有说的理退回来？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程子健，你拿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，咱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得拿着。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，我这有苦劳，我你自己也得为老娘吧？你少提我老娘！我告诉你，不许你收！老谢，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，你得改呀。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对不对？蹲着干啥呀？吃饭。到了，这儿，你看，智能密码锁。哎，怎么样？全屋智能啊！哎，客厅一会儿看啊，咱看看主卧。先看主卧。
最喜欢这个落地窗，你看采光多好呀，一点都不挡。这房子呢，它确实太大太好了。再说了，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，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。没花钱，在东平，除了你们，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。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。啊，这要是咱周末下午，这个喝个下午茶，这阳光一照，多舒服呀！哎，你觉得哪还需要换？你跟我说说，我都记下来，一块儿给他换了。领导给个指示呗。把这房子退了吧。啥？我说把这房子退了。为什么呀？没为什么，你退了就行了。你让我退，你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，凭什么我退呀？你觉得是捡漏？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？你想多了吧？这房子我不买，别人也会买。我问你啊，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？没有啊。要说有事儿，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，我这3年我们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，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为我想过没有啊？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，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，谁帮谁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。我被谁利用啊？陈胜龙吗？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？柳月，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，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，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，你明白吗？我都职务犯罪了？我就买套房我就职务犯罪了？我又不是没给钱。李姐，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？你是来审我的吧？这是家，是房子，不是你的工作席。你为啥一直不跟我说呀？你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？之前不愿意，现在揭开了。知道吗？我这全身上下感觉全松快了，还想明白了好多的事儿。咱俩的伤疤不一样。你解开了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我呢？我爸能活吗？你到底想跟我说啥？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。还有就是，想在心里跟你道个别。啥意思？你要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想跟你说句话，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
我是个怂人啊，怂到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见过你笑，一次都没有。现在我理解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叔叔阿姨在天有灵，他们也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，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娟儿，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。走了。李仁俊，咱民主一点，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？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他万一就是了呢？这后果责任你负吗？啊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你给我讲后果？哎，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？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。哎，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，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？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？还有，蓝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3个人，为什么？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？枪案必破，从快从重，明白吗？现代司法最讲究的证据，证据这有啊？怎么没有？什么证据？谁说没有？没有，这没有必要。整个楼道都成了你们3人吵吵，不像话！这是检察院，又不是菜市场。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。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们呐，心里头有点数，啊，大局为重。哎，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投票，好吧？洪亮，领导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，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，我非常自责呀。前2天这跟您说话太唐突了，实在是口出不逊，放飞。说正事儿。有个朋友，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。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，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，就是孙向群专委。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。他就说呢，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，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？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？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，现在收尾当中，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，咨询一下。
办错了案子，终身追责呀。规定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是他呢，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10几年前。10几年前没这规定，按说不适用。哦。但是现实中很难说，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。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，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？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，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。当然了，还得看错的特征，也分错的性质、动因、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，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。洪亮，哎，在，告诉你那个朋友，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，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。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，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，该汇报的就要汇报，该推翻的就要推翻。司法的公平正义，永远是第一位。记住了，洪亮，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，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的如何？非常充实，收获颇丰。行，挂了吧。领导再见。这是你要的节奏，你慢慢看。从犯王大有，判处有期徒刑17年，服刑期间确诊肝癌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。哎呀，你们俩一来呀，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了，这不一样。那我们常来，老师。来，谢谢老师。这抹酱抹多了给你。哎呀，他就爱吃酱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够了，就仨人够吃了。年轻轻的，多吃点儿。说起来啊，这烤肉啊，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？忘不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。虽然我这个洗煤厂刚刚接手，规模不大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值。您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呢？哎呀，吓孩子。有魄力！你们不是吃完了吗？你这没吃完啊？不是你小偷！你抓你边儿！我没偷吃，偷吃我东西，你不是小偷吗？你个说干什么是你的吗？你把肉吐了，让我把钱给我吧！我给钱，我给钱，来，我给钱，我给钱！干嘛呢？我他老师。就这些了，多包涵啊！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，你怎么不上学了呢？我爸死了，我妈跟人跑了。你呢？你现在干嘛呢？不，你住哪儿啊？你慢点吃，你别噎着，没人跟你抢。给我喝点。喝什么？喝酒。苦日子都过了，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老师，我呢要是没遇见你，我就是一小偷。哎妈呀，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小偷？
干啥呢你？那个，想说闺女，我不抢啊。哎，大哥，你给老师跪下那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这老师跪下咋的了？我这命都是老师给的。哎呀，可别那么说，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着，要不然呢，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，还烤肉，烤啥也没人吃。说起来呀，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，吃的苦也是最多了，尤其还替我蹲了1年牢。嗨，老师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老师欠你的。说啥呢，老师？谁欠谁呀？师上啊，这味儿香得很呢。谁呀？没给我留点儿？陈总，好久不见。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我江远。熊磊，你现在是叫熊磊吧？我提个个人意见，你这个名啊真一般，还是王大有好听。老宇，这肉不错吧？挺好。哎呦，我精挑细选的，专门为2位庆功的。这3年辛苦你们了啊！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启新频道？你的，谢谢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咋来了？怪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。来坐。哎呀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。江远学成回国了，而且学的这是新能源。江远的到来，这对我们下一步顺顺利利的进军新能源是至关重要的。不错，等我们拍了矿，拿了地啊，就可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。等我们做大了，就可以去拉投资。之后呢，造新能源汽车也不是不可以。大山，地呢，我已经在看。矿，不走法牌，我也能拿下。怎么拿？万家快撑不住了，区里呢又不希望这样的企业垮，所以我可以随时收购。小龙，你还不了解万海吗？他能同意吗？尤其他知道是我。他妈一条烂狗，那算个屁啊！我他妈分分钟弄死他！你就指挥这样，杀检察官，抢烧尸体，弄死瓦工。我们是谋财的，不是害命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，差点让我们这3年全白费？合着你他妈3年前你就插进来了，我他妈忙前忙后，我他妈忙了3年，我他妈给你忙的吗？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。
可以谈合作，我不会跟他合作。不是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啊？不是老宇，你这工作没做到位啊，这饭能吃吗？小龙，你不懂新能源，我也不懂新能源。那不有那句话吗？专业上的事情，你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干。江远学的是新能源，现在能跟我们一起合作，这多好的事儿啊！干嘛要别别扭扭的呢？我强调一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。要合作共赢，来吧，碰一个。江远，小龙，怎么的？老师，你快退休了，我呢一直以为你要重新回到东平才干到现在，合着您为他干的。一会儿这饭咋吃？可以吃啊，得看我给你吃多少。我他妈都不想跟你吃！小荣，那给我滚！现在，陈胜龙，你这矿拿不走，别想。怎么了？啊？站好了！我说多少遍了？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，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。你不让他挑头，谁挑？你挑，你能挑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，谁远谁近，我心里没数吗？我能亏待你吗？老师，你选他是吧？孩子，我的话白说了吗？听不懂吗？啊！不是，有我没他。兄弟们，下锅，出来，当场发钱！好，来，把灯打开，走，跟着小二走，这来开锅没多大会儿啊！
妥了，万总，矿管局来了啊！搁哪儿呢？楼下，赶紧上位置。别往上查，董哥，矿管局来了。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？有人举报了呗？让你别偷采，别偷采，你非偷采。那不偷采，我哪来的钱呀？走吧，拦住他们。刘队，刘部，哎呦，哥，刘大哥，哎呦，上哥，王哥，哎，刘队，咋有老李了？你也来？哎，刘队，怎么来了？不打声招呼呢？我打招呼怎么查你啊？别，哎，不是，你查你们家办公室啊？没偷采，这怎么可能偷采呢？多听您的话呀，是吧，刘队？封条是不是你撕？我没撕，刘队，谁敢撕封条啊？刘队，在你警告完下，没人敢撕封条。刘队，不行，刘队，点，抽根水。刘队，我撕了是吧？我刚拆封条犯法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拆1天，我刚拆没事，一秒也不行。不是，我刚拆还没干活呢，刘队。咱家这情况是不是？咱也没办法，是吧？哎呦，拆没拆？是不是你拆的？拍照举证。哎呀，别拍，先别拍。下面有人没？没人，没人是吧？封条。哎呀，别掏这个封条了，不是封。到底有没有人？问你。有人。有几个人？4、5个人。确定数字是多少？今天下雨几个人？21个。哎呦我，21个。你咋记讲？记下21个人，待会儿数清楚啊。绕采完一车。人上了吧？上不上来？采完一车呗。封条。哎呀，上！哎呀，去叫人吧，别来了！哎呀，叫人吧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有啥话咱好说嘛？不是还没到时间换班啊？来，你看没？头上没关系，头上。大家别说话，来，出来。别招了嘞，没有领导在呢。对，21个人起来。对，人数肯定差不了。万总，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交情归交情，规定是规定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好吧？这样，你们也长长记性，口头警告就行，下不为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是我来，下次可就不是我来了。对，咱家这经济条件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对于你们家来说，负的这就这点钱，来你看。刘队，这太多了，你给他打个折。 3天之内啊，把罚款交上，要不然你滞纳金。说对。万总，干啥？收你们的工钱，那结下不都养家了呀？是。你真要抗诉吗？ 这些你看过吗？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李家，万海案已经结案了，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呀！我当然知道。 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老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？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。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得有挺多年的了。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吧，
时间太久，记不清了。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，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。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互相都非常信任。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、伪造证据、定我的罪，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？你指的他们是谁？东平市公安，东平市检察院。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？钱呢？给了多少钱？几次？哪几次？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？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，自然会找到证据。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，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。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？啊，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？他不但没跑，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。伤害案完了，该抓的该判的，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也是他在等什么呢？如果说王玉有问题，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做不实诚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。可后来呢，乔振兴给换了，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。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，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。我说我律师挺好的，为什么要换呢？没成想过了几天，张文京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。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，于是就让孙局去查了查，果然还真有问题。咱再说回来，谢鸿飞检察官，只要我认罪伏法，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，互惠互利呀。小万总，是你让我来找人过来开工的呀？那我们现在把活干了，你得给工钱呀。对呀，行不行？大家求你了啊！不骗大家，辉哥，各位叔叔伯伯、大爷哥哥，这个钱吧，我现在真拿不出来。那不行了，养家呀！行了，别磨叽了。这样，刚贴上的封条，我去死，你们下去帮我干活，只要把矿给我挖出来，双倍工资，干不干？说话算数不？双倍工资，干不干？那我们再相信小万总一次。